Hello，大家好，我叫小林，我来自中国吉林。我是，因为之前在新加坡做工嘛，然后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呢，身体，不太好了。然后经朋友介绍呢，他带我去了练法轮功的悠悠家，然后我就开始修炼，然后，他们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中共啊的怎样镇压法轮功学员啊，我说了我还不相信，我只认为这个不是修心养性的吗？强身健体的一种气功啊，然后我一直不相信，练了大概1年多吧，然后回国了。回国这期间也没怎么练吧，在家有练，在家有。然后呢，我开了一个小店，然后他是我的员工，他扭伤了嘛，看医生也不好，我就带他去他家，我就教他嘛，带他练。突然有一天警察过来了，然后就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呢？你不知道这个违法的，然后就把我们带走了。之后折磨我了几天之后，我就写了保证书，写了忏悔书，就放我走了。回家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公，我不想在中国待了，因为这块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我们走吧。”然后他也答应我了。就这样，我来到了美国。我练了几天之后，我的睡眠好了，因为之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神经衰弱的，然后还有一点抑郁。对，然后练了之后，睡眠很好啊，然后脖子也不疼了，因为做工，新加坡做工嘛，都是很累的，时间很长。练完之后感觉很轻松，就是把它继续练下去嘛，对身体又没有害处，对吧？修身养性，我平时都告诉我的孩子，就是你要做一个真诚的人、善良的人，总这样跟他讲。我的员工他很愿意练，因为他觉得这个很好啊，他的伤就是疼痛减轻了，还有因为这次的疫情我也看清了这个中国镇压的太严重了，根本不拿老百姓当人看，就觉得像囚犯一样把他们囚在家里头。像最近发生那个婴儿那个事件，30多天的婴儿，都不给看病，然后最后还是死了吧。还有一个就是70多岁的老农民，他没有菜吃了，他出去种点菜吃，结果也被抓了，然后还挂个牌子，就像文革时候那叫什么呀？批斗。因为我不是那个年代的嘛，我总听我奶奶讲那个时候没有饭吃很饿呀什么的，带个牌子批斗，然后走街，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奶奶是讲过那个时候文革的那个时候比较辛苦吧，比较痛苦。因为孩子也多嘛，5个孩子也不够饭吃。我感觉就是独裁专制。如果我们有什么想法，就是都不可以上这边去游行或者示威你看谁敢？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说不出自己的心声，只管他们想怎样就怎样，我就觉得挺蛮横的。对呀，我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嘛不让他在那种环境下。从小我们也是唱着什么忠于革命忠于党的那个歌长大的当小嘛也不知道，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然后看清了一些事实，因为好像就是被洗脑过来的从小就是在学校看那些革命的电影对国外的事情一无所知。这边比较注重人权嘛，比较尊重人的这个自由吧。我是比较向往自由的那种生活，我不认为中共会就是自己改好，因为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现在的贪官好多我觉得，你看各种贪，楼房也是危楼。举例子说，就是比如说北方不有那个保温层嘛都用最次的材料，有点火就着了。你看那不是贪官吗？对吧？都没有检查。你像美国这边检查的很严，因为是人民住的房子嘛，我就觉得反正各个方面都有。还有我在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做了剖腹产。做剖腹产之前，我妈说给医生红包吧，我说为什么要给我说这是他们本职工作吗？中国就是这样，到处都是塞红包。我妈就是很希望我出来，她不希望我在国内，因为她也看清了一些事实，行贿贪污，贪官太多了，就是退出来嘛，能够早一点就是，摆脱他们的控制嘛，摆脱中国共产党对你控制。我也希望早一点退出来嘛，就是不要他们的那种控制。我觉得退出来了，
退党啊，才会保我们平安，因为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嘛，对吗？我们自由了。我希望中国人民早一点看清事实吧，然后呢，早日摆脱贫困吧，都富裕起来。因为感觉中国现在生活太苦了，对吧？好多人都是说在中国是为了活而活的，在美国是很享受的那种。因为我在家做过小生意哈，我懂这个心又累，身体又累，双方面的累。在美国我感觉不是啊，就是虽然会就是平常上班会辛苦一点，但是很开心，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心理负担。入党、入团、入队没有任何意义，对，退出来才能保平安嘛。